8月14日，周三市场低开震荡，最后平稳收盘，又一天的第一波垃圾行情。正当市场已经全面定价9月份减息25个 BP 的时候，盘前美国7月 PPI 报表给市场降温。数据显示，在服务成本飙升的推动下，7月 PPI 同比涨幅从6月份的 2.3% 飙升至 3.3%， 远超预期的 2.5%。核心 PPI 同比上升 3.7%， 创2月以来新高，远高于预期 3% 和前值 2.6%， 并且整体 CPI 与核心 CPI 环比都跳到 0.9%， 而市场只预期 0.2%。不过这份 PPI 是劳工统计局调整数据采集方式后的首份报告，这次大幅超预期可能跟这个变化有关，所以可以看到市场是没怎么理的，该怎么走还怎么走。毕竟这些数据本来也有点想高就高，想低就低的意味。当然这还算正常的，以前还出现过更离谱的情况，所以赌数据和赌财报一样，也是纯投机的行为，完全不靠谱。千万不要每次数据公布前都像赌马一样紧张，然后一有重要数据大超预期就冲进去做多或者做空。这个市场经常反其道而行之，要么毫无波澜，要么盘子瞬间反转直接打爆。因为你在乎什么不重要，市场只在乎自己想在乎的东西。不过 PPI 出炉前，市场中有很多声音在扯9月降息50个基点的蛋，多位高官也力挺激进宽松，结果 PPI 一出都不出声了。显然月底公布的 PCE 数据可能也好不到哪去，怎么可能上来先减50个 BP？ 那你传递的是什么信号出来呢？经济衰退吗？所以前几天美联储官员频频出来泼冷水是有道理的。今天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明确反对9月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，担心释放不必要的紧急信号，但支持9月开启降息周期。在 PPI 数据公布后，美元指数快速拉升，虽然9月减息概率小幅降温，但仍接近 95%， 只是年内大幅减息75个基点以上的观点收敛了。9月份就是正常的减息25个基点吧，也不太可能不减。你的经济并没有火热到支持继续硬扛，而且还有 politics 的压力在里面。然后短线趋势，我们还是先看到指数，标普500指数低开后很快收复失地，日内震荡，也就是勉强往5日均线回归了一下，甚至都没回踩到，尾盘几乎持平收盘。当然了，主要靠 Amazon Meta 这些科技巨头护盘，但股指挺硬挺是一回事，个股挺糟糕的，4分3的成分股都是跌的，所以严格意义上这都不能叫震荡市，就是跌势呗。日 K 收出一根小阳线，和昨天这个高位十字星实际上性质类似，走势暂时停滞，但仍处于5日均线上方，多方依旧占据主导。其实现在有点强撑的感觉，连这么垃圾的 PPI 数据都能硬撑着跌不动，只能说明华尔街有意护盘，先别让指数显现出明显的疲态，免得大家又要在高位撤走了，先无视任何利空，然后会在某个时间点突然释放累积的风险。所以经常会看到下跌的时候波动率突然放大的情况，上涨的时候很少会有这种情况。不过尽管如此，它下面也还有50日均线和20日均线这两条主要均线的双重支撑，首先是在6350点，然后是下面的6200点。事实上8月份大概几乎不可能回调到50日均线的位置，这个地方很明显多方想要稳住这个上升趋势，你下来就变成筑顶了。但后期即使跌到这个地方，只要50日均线支撑有效，这里又是一个双底上去，所以技术面上整个图形的支撑还是比较牢靠的，指数短线大幅度下挫的风险相对是很低的，主要关注20日均线就好了。然后是费城半导体，这个是多方核心板块，目前它的走势依然稳健，前几天2天一波就突破出去了。周三聊的时候讲十字星这个地方不要追高，那果然周四就给了回踩的机会，那后面可能还会回踩20日均线，但是不一定，现在已经回踩了5日均线，但是如果能够再回踩一下20日均线的话，它这个图形就能够更坚实一些。还是那句话，其实费半指数现阶段也不需要大涨，它能横盘都挺好，只要它里面的那几个巨头走势稳定，科技股基本上都稳，那只要科技股稳的话，大概率这个市场8月份还是安全的。好了，现在到个股环节，首先看到 Tesla， 近日突破这个整理三角形后回踩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问题。之前聊过多空，双方要在这个地方较量一阵子，
只要不再次跌破这条年线，观点就不改，跌破年线就再看300。消息面上之后，还有可能爆出老板和老头和好的这种奇葩利好，那有可能直接就大幅度刺激股价，所以稍安勿躁。这种大盘股里的情绪股兼动量股，不能拿通常的逻辑去衡量它，就技术分析永远的神就好了。Tapestry TPR 公布财报后股价暴跌，这玩意本来图形好好的，一下子就毁了。虽然2季度利润高于华尔街预期，但公司表示感受到关税压力，并详细说明了由于关税和其他税费下一财年可能损失的利润金额。你说了关税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市场最听不得的就是关税，15个点好好享用。UPST 这边继续在年线附近震荡，其实这个年线在这个位置未必就构成可靠的支撑。它以前也不怎么把年线当一回事，都是随便跌破随便突破的。但是对于这种动量股或者叫波段特征非常明显的这种行情，可以看一些其他指标，比如说 SAR 指标，它就特别擅长于捕捉这种大波段。还有就是 KDJ 指标，判断反转也是很灵敏的。现在 UPST 依然没有出现 KDJ 的金叉，那梅尔Fin觉得等到金叉出现再说。好的，今天就这样，本视频想到哪说到哪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感谢您听喵喵在这里胡扯淡，如果你喜欢，点个订阅，听下回分解，祝发财，再见。